7月2號嘅晚上8點28分，從義烏開去金華嘅 K1373 客運列車嘅車頭呢，同458-241次嘅貨物列車嘅第24節車廂就發生碰撞。K1373 客運列車嘅車頭就脫軌，全車失去主供電，空調同埋通風系統呢停止運作咗3個小時。由於車窗係無法打開嘅，車廂好快就變成咗桑拿。雖然已經打開咗80幾個應急通氣窗，但係根本冇辦法滿足人口密集嘅車廂裏邊嘅空氣需求。去到晚上嘅9點20分，車廂內邊嘅溫度呢就去到31攝氏度，即係華氏嘅87.8度。3號車廂有一名50幾歲嘅女乘客呢，就開始出現頭暈現象。從視頻可以睇到，車入邊嘅人要麼件衫就濕到透晒，要麼就除晒衫，可以睇得出係相當之悶熱嘅。去到10點04分，3號車廂有一名男乘客果斷取下應急消防錘，打爛咗一塊車窗玻璃，又用於透氣。咁期間呢，就有工作人員上前呢，就進行言語嘅阻止嘅，一直去到11點11分，列車嘅空調先至恢復正常。停靠金華站之後，警方就將打爛車窗嘅男乘客帶走，並且進行批評教育，然後就放咗佢啦，並冇罰款同埋其他進一步嘅處罰。咁呢名男乘客呢，打爛車窗透氣嘅行為到底係對抑或係錯呢？事後鐵路部門對此事回應，當時工作人員對車廂內嘅悶熱程度同埋乘客嘅耐受情況進行過評估，結果就係車廂內雖然悶熱，但係並未達到需要馬上打開車門同埋打爛車窗透氣嘅緊急程度。意思就係判定為呢次嘅打爛車窗行為就係錯誤啦。所以警方對打爛車窗嘅男乘客進行咗批評教育，就係話今次你就唔啱嘅，下次就唔好啦，就咁嘅意思。問題在於，既然判定為錯誤，咁點解唔進行處罰同埋要求佢賠償呢？而係直接放佢走呢？正常情況下，你喺馬路上面開車啊，撞爛個護欄啊，都要你賠錢啦。更何況係嗰啲火車上面嘅玻璃窗。嗰塊玻璃唔平噶，問題就在於點樣先叫做達到需要打開車門同埋破窗嘅緊急程度呢？譬如話溫度係需要達到幾多度，含氧量降到幾%，二氧化碳嘅含量達到幾%，先可以開門同埋破窗呢？有冇一個標準嘅數值啊？冇啊，根本就冇明確嘅數值啊！好明顯就係鐵路公司呢啲應急預案根本就唔專業。後生仔就話頂得到啫，有冇考慮過嗰啲年紀大嘅，同埋本身有高血壓嘅，又或者有呼吸系統疾病嘅乘客呢？佢哋頂唔頂得到啊？鐵路部門唔開門唔破窗，係因為要防止乘客跳落軌道，從而發生意外。呢個係可以理解嘅，但係密度咁高嘅乘客，困喺31攝氏度且不通風嘅悶熱空間入邊2個幾鐘頭，到底有幾難受呢？未試過嘅人係冇辦法感受到嘅。試過困 lift 超過半粒鐘嘅朋友就知道呢種接近窒息嘅感覺係有幾辛苦嘅。而且呢個破窗嘅3號車廂已經出現一名50幾歲嘅女乘客有頭暈嘅現象噶啦。喺歷史上呢，發生過呢啲透氣條件低下嘅密閉空間悶死人嘅案例係唔少噶，淨係以前啊啲人搭船啊屈蛇偷渡去美國加拿大啊，嗰啲偷渡客呢，都唔知有幾多啊悶死喺嗰個船艙底下邊啊，燒炭自殺嗰啲啊咪就係咁樣將自己悶死噶咯，將啲寵物狗啊困喺部車入邊啊悶死嘅案例都唔少啦。其實呢個上前阻止破窗嘅工作人員完全可以有更好嘅做法㗎。呢個時候你可以同人講嗱，我而家打開隻車門俾你透風啦，你就唔好打爛個窗啦。然後你自己守住個車門，防止人哋跳落軌道咪得咯。
佢又唔夠膽作出呢啲咁嘅決定，又怕咩禍？你唔開門通風透氣，話怕出現乘客跌落軌道嘅安全風險，意味住管理嘅便利性完全凌駕於乘客嘅生存需求之上。說白了，呢啲乘客只係運輸對象，並不是服務主體。鐵路公司嘅緊急預案規程，全部都要死板咁按紙面程序去執行，暴露出嚟嘅就係壟斷行業嘅通病。總之就冇死人冧樓之前呢，都係未達到嚴重程度，係要等到出咗事啦，係要等到出現死人冧樓啦，到時就會話個安全錘放喺嗰度，你哋做咩唔去用呢？呢啲咁嘅事故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啦。網上好多法律嘅博主呢，都認為呢次嘅事件已經屬於緊急避險，即係話呢個時候打爛個窗係屬於正確嘅自救行為。但係官方通報堅持話未達到需要破窗嘅程度，對是否達到緊急程度完全冇任何嘅量化標準。佢哋規避嘅正係量化帶嚟嘅追責風險。破窗可以講係制度失靈嘅一面鏡子啊！首先要保障嘅本來就應該係人嘅生存嘅權利。呢個破窗嘅男乘客，佢係英雄。佢做得非常啱，佢救咗全車廂嘅人，佢應該得到嘅係讚揚，而不是批評。可悲嘅係事後當佢俾警方帶走嘅時候，卻冇人企出嚟幫佢講說話，冇人出嚟撐佢，一個個漠視嘅面孔，同南京大屠殺嘅時候6個日本兵押送2000個中國人去槍斃，有咩分別啊？冇一個人出嚟反抗嘅，因為中國人太聰明啦。佢哋個個都知道槍打出頭鳥，個個都盼望有英雄企出嚟反抗，但係個個都清楚第一個企出嚟嘅人係必死無疑嘅。OK，今日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